除了新疆，还有哪里的城市能告诉你马路为什么叫马路？看，大马走上大马路，多么的合理！其他城市的土豪开个200多万的大 G 就可以炸街了，在新疆不骑个几百万的汗血宝马，你也没有牌面啊！这美女配骏马，帅不帅？我想说，就是我最近档期也挺富裕的，也没什么事儿，骑个马啥的我也会。这汗血马可不一定比悍马便宜，一匹好的汗血马上千万也是很正常的。汗血马为什么那么贵？主要因为汗血马品种优质，长得高大帅气，脸小上镜，还肌肉发达，而且爆发力强，耐力也强，日行1000，夜行800，自古以来都是备受帝王将相的宠爱。汉武帝为了它发动了2次战争，在古代这是妥妥的高境界利器。现在纯种的汗血马太稀少了，全球也就3000多匹，养一匹汗血马需要精心的照顾，优质的草料，独立的司马空间，还有专人洗澡、护理、修蹄子，全年下来费用也需要几十万。所以这汗血马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养得了的。但是养不了，咱们还不能骑着玩一玩吗？来新疆的朋友找我，我带您去看看全球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，里面有700多匹汗血马，还有最高最重的马，最小最可爱的马，小朋友也可以骑哦。千万不行随便采摘哟！你知道天山雪莲吗？那个传说中的顶级仙草，据说可以返老还童、起死回生。它真正的功效到底是什么呢？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药材，也确实有抗衰老的作用，被誉为百草之王、药种极品，是中华9大仙草之一。天山雪莲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悬崖陡壁之上，在终年不化的积雪和空气稀薄缺氧的环境中顽强生长，6至8年一开花，且每年只有7至8月1个月的花期。它娇艳华美，冰清玉洁，包裹在外面特别漂亮的这一层不是它的花瓣，而是它的苞叶，是叶子向上变化形成的，中间紫黑色的才是它的花的部分。天山雪莲微苦，性温，现代医学表明雪莲具有温身助养、祛风胜湿、通经活血、延缓衰老以及抗癌等功效，用于风寒湿麻痛、类风湿性关节炎。独特的生长环境使其极其稀有，再加上其神奇的功效，导致天山雪莲被过多采摘，一度濒临灭绝。20年被列为国家2级保护植物。现在在天山有很多人工栽培的雪莲，营养成分和药用价值丝毫不输野生雪莲，是可以供大家享用的。一定要记住，如果来新疆玩，能看到野生天山雪莲，一定是我们的幸运。当王老师在海口站的时候，把手心里的温柔献给了我跟军师，当时我们非常的激动，也是很开心，这让我们成了最幸福的刀迷。当王老师手心里的温柔呢，创作于我们的那拉提，那我们即将到达的就是那拉提。朋友们，拿出你们的歌词本，把手心里的温柔必须要学会，好不好？让我们一起在那拉提畅想手心里的温柔。要爱的天长地久，两个相爱的人，直到赤木时候，我牵着你的手，牵着你的白头，两个相爱的人，直到赤木时候。历史上真正的唐僧根本就不是玉帝哥哥，他可不是《西游记》里面演的那样，被封为唐王的弟弟，骑上白马，披上锦兰袈裟，拿上紫金钵盂，风风光光的走上取经路。真正的唐僧就是玄奘，他没有通关文牒，更没有锦衣玉食，他是从西安逃出来的，一路向西，他就是躲躲藏藏，风餐露宿，而且在踏入西域的境内险些命丧沙漠。真正对他好的是新疆吐鲁番的高昌王曲文泰，现在的吐鲁番还保留了很多佛教石窟，当时能够建庙开窟是一个家族兴旺发达的标志。作为中西交通要道，这里的石窟风格非常的独特，以东边凉州的造像组合为主体，又吸收融合了西边龟兹的造像特征，如此融汇东西，内容独特的石窟只有在吐鲁番才能看得见。看到这些石窟，玄奘也感觉叹为观止。他在高昌待了10几天，曲文泰想把玄奘留在高昌，他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，给玄奘讲了自己在长安生活的往事，讲了他小时候跟随
随父亲第一次见到隋炀帝的故事。他向往中原王朝，在高长国，他也是效仿隋朝的制度治理国家。也许玄奘能给他做国师，一定对他有很大的帮助。但玄奘身上的使命让他不得不离开。许文泰几次三番的挽留，得到的都是坚定的拒绝。终于他生气了，威胁玄奘说：“如果你不留下，我就把你送回大唐。”玄奘以绝食抗争，最终许文泰妥协了，同意玄奘西行。玄奘赢了，但也有条件。许文泰提出要求，与玄奘结为兄弟，至此他才真正的成为玉帝哥哥。玄奘答应许文泰取经完成后回来讲经3年。玄奘离开高长时，许文泰为玄奘准备了法服30件、棉衣、手衣、靴、袜等数件，黄金100两，银钱3万，绫吉绢等500匹。同时许文泰一口气写了24封国书，每封附大绫1匹为信，请求沿途各国给予关照。公元640年，唐朝发兵高昌，许文泰发病不治，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能等到玄奘回来。一个有效的举措是可以流传几千年的。屯垦戍边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肩负着屯垦戍边的职责，他们和平年代搞生产、搞建设，将荒漠变良田。而战士，他们要拿起武器，守卫边疆，保家卫国，这就是屯垦戍边。而这一政策早在西汉时期就被政治家晁错提出，并得以运用。他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了屯垦戍边理论的人。那个时候经营西域是非常困难的，匈奴被击败后又会卷土重来，若保卫边疆的兵太少，敌人就会攻入，若不救援，会使边民绝望而降敌。若派军救援，从远处赶到边境，敌人早已逃走。如果边疆驻兵多，军费支出又太大，若撤边兵，敌人又攻入，内地调到边疆的兵每年换防，不熟悉敌人的情况，又得作战不利。晁错提出，如果派一些人与边疆驻军一起，平时种地，战时保边，以边疆军民保卫边疆安全，这乃是长治久安之策。自此开始，治校尉、屯田区里的政策就在西域推广开来。屯田士族一兵一农，一耕一战，不仅为军队提供了粮草，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，而且发展了生产，繁荣了经济，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。所以自汉朝以后，历朝历代都是把屯垦戍边作为了经营西域的一项重要举措。几千年来，这一政策相袭至今，为晁错点赞。跑了1000多公里，赛里木湖的景色也就这样啊，你们自己看。In another lifetime, I would never change my mind. I would do it again, ooh, 1,000 times. 我居然是个10国混血美女。我今天才知道，我居然真的是混血。我回家立马问我爸妈怎么回事，结果他们也不知道我混血的事儿。我这不是前几天做了一个基因检测吗？结果报告显示，我除了维吾尔族血统占比33%之外，居然还有其他10个民族的血统，其中有蒙古通古斯血统20%，北方汉族10%，甚至还有东欧、南欧、北欧、巴基斯坦、布里亚特、雅库特、印度等等血统。我咨询了一下做这个检测的专家，他们告诉我，原来这些血统可以追溯到几千上万年，是祖先漫长的迁移过程中形成的。我看我新疆闺蜜的报告也和我的一样，有印度、英国、巴基斯坦、东欧啥的。这就非常好的解释了新疆为什么帅哥美女多，为什么大眼睛高鼻梁的人那么常见，这些全是基因决定的。我的报告还显示了我喝酒一头晕，这个我没喝过，我还真不知道。说我的基因让我乐于助人，这个说的还是挺对的，我真的是一个热心肠。说我减肥要靠努力，这确实是，我现在的身材可真的是靠我每天坚持健身换来的。总体来说，这个检测还是比较好玩有趣的。2025年12月1号到5号，乌鲁木齐中小学会迎来雪假，加上前后的2个周末，总共加起来是9天的假期。这样的假你们那儿有吗？雪假期间，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外出游玩和滑雪。新疆的滑雪场可多了，你知道哪几个呢？而且新疆的雪景也很美，大家想不想来看看？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爱而不得的经历？2021年的央视春晚，歌手王琦唱了一首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，歌曲悲凉深情，歌声如
如泣如诉。这首歌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，你知道吗？女人是个美丽的养蜂女，她失去了丈夫，独自带着2个孩子，赶着骆驼，载着蜂箱，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，她来到了美丽的可可托海。新疆天气多变，一天暴风雨突然来袭，养蜂女慌忙开始收拾蜂箱，一不小心扭伤了脚。这时一个青年恰巧路过，帮助了她。这是一个英俊的游牧青年，养了一大群牛和羊，追随着草地四处为家。为了感谢青年，养蜂女给他送了蜂蜜，还做了饭给他吃。许久没有吃过一顿好饭的青年，居然在那一刻有了家的感觉。之后，牧羊人在放牧之余，也帮助养蜂女干一些体力活，让养蜂女也感受到了被人照顾的温暖。就这样，天长地久的相处变成了细水长流的情谊，他们爱上了彼此。牧羊人不嫌弃养蜂女比他大，结过婚还愿意做孩子们的父亲，守护着他们。可养蜂女却有顾虑，她认为自己有2个孩子，和牧羊人在一起会拖累她，而牧羊人还很年轻，应该有更好的选择。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养蜂女选择悄无声息地离开，冰冷的雨水打在她脸上，但她依然能感觉到自己滚烫的泪水在流淌。牧羊人不相信养蜂女不辞而别，便痴痴地在这里等她回来。当养蜂女听说牧场的草已枯黄，而牧羊人还没有离开，便托人带去善意的谎言，说自己已经嫁人了。世界上最大的遗憾之一，应该就是相遇相知，却不能相爱相守了。如果你也喜欢新疆，记得关注我哟。可可托海它不是海，它倒是有一条阿尔济斯河，我国唯一一条流入北冰洋的河。那它为什么叫可可托海？您可不要觉得它在骗人哦。可可托海是蒙语的音译，可可是蓝色的意思，托海是弯曲的意思，加在一起是蓝色河湾的意思。在哈萨克语中翻译过来是绿色丛林的意思。这2个翻译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可可托海的美。这里拥有国家5A 级景区，有白桦林、宝石沟、中山秀谷等等。但来这里美丽的风景是其次，你还要知道这里是一个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地方。可可托海矿产丰富，世界上已知有用的141种矿物，可可托海3号矿坑就拥有86种，稀有金属占矿山储量的90%以上。就是这些稀有金属在共和国初期帮助我们偿还了巨额外债。同时，我国2弹一星，航空航天一些核心的材料和燃料也出自这里。这里是名副其实的英雄矿。如果你也喜欢新疆，记得关注我哟。一个女人用50多年的时间，在海拔4000多米帕米尔高原的10万多个石头上刻上了中国2个字。她每天至少走20多公里的山路，为的是守护着边界线的安全。她就是护边员布鲁马汉毛勒朵。她创造了无数的中国史，只因她有一颗中国心。1942年6月，布鲁马汉出生于新疆乌恰，是柯尔克孜族。20世纪60年代初，19岁的他就义务巡边。早年间，很多边界线没有界碑，布鲁马汉亲手在无数个石头上刻上中国2个字，沿国界线埋下，充当界碑。他说，坏人看到中国时，就知道这里是我们的领土，他们就会害怕。以前很少有女性放牧巡边，但布鲁马汉每日早出晚归，将越界的牛羊赶回来，查看陌生人有无进出边界。东古拉玛山口离布鲁马汉的家有60公里山路，他照顾不了家庭，一路上悬崖、乱石滩、沟壑密布，他的腿脚经常被尖利的岩石划出一道道血口，很多次受困于暴风雪中。护边生涯里，布鲁马汉遭受过无数危险，别人的劝说和家庭的矛盾都没能改变他坚定的内心。这一坚持就是50多个年头，刻了近10万多块中国史。他为这些帕米尔高原上普通的石头赋予了特殊的意义。现在他的5个子女都成为了护边员，他常对孩子们说，我因为护边一
辈子才过得这么有意义。英雄该被我们歌颂和铭记。2019年，布鲁马汉被授予了人民楷模的国家荣誉称号。历史上真实的唐僧到底是不是像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样子？唐僧取经并非是神话杜撰，而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。但事实的真相却和我们看到的大相径庭。真实的唐僧并非一个唯唯诺诺、优柔寡断的人，而是一个有理想、有抱负的真英雄。但他并非是玉帝哥哥，他取经也并没有唐王李世民为他送行，反而是乘着饥荒偷渡去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唐僧原名陈毅，法号玄奘。他4岁丧母，10岁丧父，13岁跟随自己的二哥出家为僧。他悟性极高，且聪明伶俐，很快便远近闻名。青年时期便有了佛门千里驹的称号，受到唐王李世民的器重。但随着研究的深入，玄奘发现很多僧人所讲和经文内容不一致，而且有一些经书之间还相互矛盾，很多内容都被曲解了。到底哪些才是正确的呢？此事他为了追求真经，产生了去万里之外的天竺学习深造的想法，但这却遭到了李世民的反对。主要原因有2个：第一，西行的路途遥远，雪山、沙漠、迥异的气候，又要离开大唐的领土，可谓九死一生；第二，也是主要的原因，那是正是李世民准备对东突厥用兵之年，边关关闭，玄奘法师若是被敌方捉拿，极可能成为人质。而且玄奘本人又曾游遍大唐讲经说法，简直是一部行走的大唐百科全书。但玄奘去意已决，公元629年，他趁着天下饥荒，偷偷摸摸从长安，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出发，一路西行，通过玉门关进入西域，也就是今天的新疆，再穿越中亚、南亚各国，最终抵达目的地。看到这条路线，我相信大家不禁要问一句：师傅，你为什么要绕路呢？关注我，下一期我们详细讲讲古西域的楼兰到底做了什么，才遭到那么多人痛恨。王昌龄的千古名句“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”。李白也写过“愿将腰下剑，只为斩楼兰”，好像提到西域必有楼兰。楼兰到底在哪里？它真的是像玛雅文明一样一夜间消失的吗？它有怎么样的故事？关注我，我给你详细讲一讲。楼兰是古代西域的一个小国，早在汉文帝时期，楼兰被匈奴控制。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中有明确记载，楼兰古国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岸，是去往西域的交通要塞，必经之路。因此这里贸易发达，国家富庶。但是大汉和匈奴的战争，楼兰正处于双方交战的核心区域，乃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楼兰又是一个墙头草，在匈奴和大汉之间反复倒戈，最终在公元前77年，汉朝大将霍光，这个霍光大家熟不熟？他哥哥你肯定认识，是大名鼎鼎的霍去病。霍光派傅介子刺杀楼兰王，楼兰自此灭国，更名为鄯善，王都南迁。后经历了大汉的灭亡，三国鼎立，曹魏时期还在楼兰设置了西域长史，直至西晋前辽后期，西域长史机构撤出楼兰，楼兰城最终被废弃。古楼兰的消失，明确记载是在公元400年，高僧法显在他的《佛国记》中写道：“此地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，遍望极目，欲求度处，则莫之所拟，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。”楼兰彻底没了。注意了，这个时候可还没有到唐朝呢。但大家熟知的斩楼兰、破楼兰可都是唐诗，因此可以断定诗人只是借助楼兰抒发自己的情感。楼兰多少有点惨，都没了，还被写进诗里出气。如果有机会让我穿越，我要穿越回到1881年，然后过18年，等我成年了，就组织我们村全体老少去罗布泊东岸，把楼兰古城挖出来，想在1900年斯文赫丁来罗布泊之前，把重要的文物都要保护起来。楼兰古城的发现是斯文赫丁来我国新疆地区探险考察中发现的，他带走了大批的木简、文书、丝绸等珍贵文物。紧接着很长一段时间，一大批所谓的西方探险家、学者借着考古的名义来到我国，趁我积贫积弱之时，抢夺我珍贵的国宝文物。尤其是一个叫斯坦因的人，1906年，他进入罗布泊以及楼兰古城，做了充分的准备，找了一帮人在楼兰古城挖了11天，挖掘出大量的文物，
全部带走。他先后来我国4次，不光挖了楼兰，也挖掘了和田地区的尼雅遗址，就是精绝古国。他的足迹遍布整个新疆，到处搜罗珍宝古物，同时还把手伸向了甘肃的敦煌莫高窟。他每次带走的文物都是几千件，打包的箱子都有几百箱，其中有大量的泥塑、壁画、木雕、钱币、铜器等等，还有很多的历史著作、重要文献。他还用极其不光彩的手段骗走了敦煌遗书。敦煌遗书是对敦煌莫高窟17号洞窟中一批书籍的总称，其中有汉文、藏文、回鹘文、粟特文、梵文、于阗文、吐婆罗文等各种文字的古代遗书数万件。敦煌遗书价值不可估量，可如今仍然散落海外。眼底你微如一幅画，家人却笑纳。沧桑的落花，换马西风披瘦马，谁能为我熬一缕情芳？那人是你吗？奇台是哪里？您知道吗？德龙老师有一首歌曲叫《奇台30里》，写的就是这里。奇台是在乌鲁木齐东侧，现在奇台正在修建全世界最大、精度最高的全向可动的射电望远镜。这个望远镜足足有110米的孔径，这么大的一个锅，得装多少奇台拌面呢？目前项目的土建主体工程全部封顶，项目取得重大进展，但建成还需要3年，要等到2028年投入使用。喜欢吃面的朋友们，哦不，喜欢天文的朋友们，期待吧！全运会的开幕式你们看了吗？很多人纳闷，新疆怎么那么特殊？怎么有2个代表团？看看咱们新疆2队人马，胜算是不是变大了？这2个代表团分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代表团，有252名运动健儿，这里面可是有几匹黑马，大家敬请期待他们的表现吧。另外一个新疆的代表团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代表团，他们传承红色基因，赓续红色血脉，扎根祖国边疆，在建设美丽新疆繁荣兵团的伟大事业中书写新时代体育篇章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，新闻里面经常提到，兵团是一个特殊的存在，兵团承担着屯垦戍边的职责，这可是老祖宗千百年前就有的智慧，从西汉就开始了，闲时务农，战时转兵，解决了边防人员不足和偏远边疆运粮2大难题，为迷人的老祖宗点赞吧！大家想看我跳舞，今天给你们跳一段吧，给我点赞哟！我的爱情像杯美酒，一杯美酒，心上人，请你把它接受。天山上的雄鹰只会盘旋不飞过山顶，情人围绕着我，乌云里走。日本和韩国有一种奢侈品，在新疆卖10块钱3个。足足40多斤，那就是西瓜。在韩国，一个西瓜要卖几万韩元，约合人民币100到200元一个。日本也差不多这个价格。前段时间还有韩国博主发视频吐槽，说我们中国人吃西瓜居然不吃西瓜皮。下面评论区还有人跟帖说，笑死，他们居然不知道西瓜皮也能吃。还有人晒出韩国的超市在销售一袋袋装好的西瓜皮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这么多的西瓜皮，到底是谁啃的呢？估计这个视频放给他们看，他们能气死。在我国，西瓜在各地的价格虽然略有差异，但总体来说算是西瓜自由的。中国人每年吃掉全球70%的西瓜，是全球最大的西瓜消费国。其实我国的西瓜自由要感谢一个人，那就是西瓜之母吴敏珠奶奶。她是武汉人，中国80%的瓜都出自她的手。1953年，西南农学院走出2位毕业生，一位是袁隆平，另一位就是吴明珠。他原本可以留校任教，但他毅然决定前往当时环境恶劣的新疆吐鲁番，开启了他对甜瓜和西瓜研究的一生。那个时候，中国大多数的西瓜都是皮厚、白瓤、不甜，产量还低。吴明珠在上世纪60年代先后跑了新疆300多个生产队，收集数百份资料，整理出了44个甜瓜、西瓜的品种，开始培育新的瓜种。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，他还先后培育出来
红心翠、含笑、郁金香、麒麟、巴斯阿尔斯等数十种西瓜、甜瓜品种，奉献了自己一生的时间，真正让国人实现了西瓜自由。直至2017年，87岁的吴明珠奶奶因阿尔兹海默症退休，告别了瓜地。如今她已经93岁了，虽然生病让她的记忆衰退，但她依然能清晰地说出：“我的人生就是想多结几个瓜，把瓜的甘甜献给人民。”让我们一起给吴明珠奶奶点个赞吧。神话传说中，西王母宴尽群仙的蟠桃盛宴就在这里。现在，西王母祖庙也坐落在这里。今天，让我们聊一聊神秘壮观的天山山脉。天山是世界7大山系之一，位于欧亚大陆腹地，东西横跨中国、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4个国，全长约2500千米，南北平均宽250千米到350千米。最宽处达800千米以上，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纬象山系，也是世界上距海洋最远的山系和全球干旱地区最大的山系。天山绵延中国境内1700公里，占地57万平方公里，大约占了新疆总面积的1/3。2013年6月21日，新疆天山成功申请为世界自然遗产。天山天池古称瑶池，是神话与现实的分界点。相传王母娘娘在这里得道升天，而天池作为她的浴池，从此声名远扬。天池湖面呈半月形，南北长35公里。1982年，它被列为国家第1批重点保护的风景名胜区。它被称为天山明珠。天池与乌鲁木齐约110公里，交通非常便捷。来新疆玩的第一站就可以选择天山天池。这里除了绝美的天池，还有各种神话传说中的顶级仙草天山雪莲。据说其可以返老还童、起死回生。它真的有那么神奇的功效吗？如果你也喜欢新疆，记得关注我哟。我曾经带着622个新疆哈密瓜去了重庆，而新疆现在每年带着361度哈密的电能会去到重庆。今年6月，哈密至重庆正负电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产送电，未来重庆20%的电能将由新疆供应。该工程起于哈密巴利坤哈萨克自治县，落于重庆市渝北区，线路全长2260公里，成为连接西北能源基地和西南经济引擎的一条能源丝绸之路。重庆作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，以及内陆开放的综合枢纽，正展现出蓬勃的经济活力。而电能是保障重庆实现高质量发展、提高民生扶持的重要支撑。新疆是国家规划建设的3基地一通道和大型清洁能源基地，是西电东送的重要送段，拥有9大风区，而哈密便占了其中3个。哈密是全国日照最充裕的地区之一，全年日照达3170到3380小时。这些条件让哈密成为江滇入渝工程的理想起点。日照时间长也是哈密瓜之所以那么甜的重要原因。我带的哈密瓜从新疆来到重庆用了4天时间，而哈密的电能来到重庆只需要0.7毫秒的时间。他们走的是一条点对点、直达输送、中间不停靠的电力高速公路。这条能源高速公路的建设是世界级的工程，它克服了超远距离、特高压等级、复杂环境、尖锐技术等世界级难点。从大漠孤烟到山城灯火，一条条银线跨越的不只是高山，是一个携手共进、共赴繁荣的未来。希望新疆的绿电源源不断地走进重庆的千家万户，也希望我带的新疆哈密瓜能够把甜蜜带到重庆朋友的心中。身上指点风和热春天，等待高原冰雪融化之后回来的孤雁，爱晒风中相信美不到我们的从前。被新疆大哥骑着下水救人的英雄白龙马，最终因为突发疾病不幸离世。白马救人后持续发烧不退，伊犁拜大哥曾发视频全网寻求兽医，求助救治白马。也有很多爱心人士赶赴仙桃，可最终经过大家的努力，也没能挽留住白马的性命。白马是突发肠绞窄，也就是肠子扭在一起了，导致供血不足，最终失去了生命。他今年只有7岁，马一般的寿命在30岁左右。这匹白马还正值青年，真是让人值得惋惜。他本是名门之后，
一位书生，却只带了36人，横扫西域50国。他为何投笔从戎，又是如何创下这丰功伟绩？今天让我们了解一下西域小霸王班超的传奇一生。班超的父亲班彪、哥哥班固、妹妹班昭都是著名的史学家。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《汉书》就是其哥哥所著，妹妹补写。而班超虽然胸怀大志，但一直未能施展，30多岁还只做文书抄写工作。后来他有机会随窦固将军出征，才显现了他与众不同的才能。有人就说了，征战西域打的不就是你们那儿吗？这事儿你怎么看呢？古人云，你说的不对。实际上一直以来与大汉抗争的是匈奴。王莽篡汉之后，西域诸书国脱离了中央王朝的管辖，被北匈奴控制。匈奴对西域各地敛税重苛，各国的日子苦不堪言。在很长一段历史长河中，西域一些属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。列入著名的楼兰，文人墨客对其口诛笔伐，将军战士更是不破楼兰终不还。主要是因为楼兰两面三刀，立场不坚定。说回班超，他出使西域的第一站就是来到了鄯善。现在新疆罗布泊西南一带，楼兰就是这里了。在鄯善的这一战，让班超一举成名。刚到鄯善时，鄯善王对班超团队嘘寒问暖，礼敬备至。可随着匈奴团队的到来，鄯善王态度大变。班超察觉到其中的含义，当即决定一不做二不休，计划将匈奴团队灭了再说。但双方人数差距较大，班超团队共计36人，而匈奴团队有100多人。这正是体现班超有勇有谋之时。他先是激励团队，接着酒劲儿给大家一人扎了一针鸡血，后是明确分工，出其不意，亲自带队全歼匈奴100多人。第二天，鄯善王一出门看傻了，默默地问一句：我说我没参加这事儿，匈奴信不？经此一战，班超升至军司马，继续向西而行。3年时间收复于田和疏勒，又用后半生30年时间陆续收复了西域40余国。这是时隔60年之后，大汉再次恢复对西域的统治。班超因此被封为丁原侯，他实现了汉武帝都没实现的端匈奴之弊、招中国之业的梦想。你知道中国56个民族里面，目前人口最少的是哪个民族吗？他们是新疆3个白种人民族之一，颜值超高，那就是塔塔尔族。据2021年人口普查显示，塔塔尔族人数3544人，是56个民族里面人口数最少的民族。虽然人口少，但他们极其重视教育，是我国平均学历最高的一个民族。高级知识分子占人口总数的7%，也是中国唯一没有文盲的民族。塔塔尔族专家多，教师多，医生多。伊犁第一家学校、新疆第一家女子学校都是塔塔尔族人开办的，并向欧洲输送了第一批留学生。学成归国后，许多人成为了当地知名的医生、学者。塔塔尔族人十分重视礼仪，见面以握手问好，对长者非常尊重。塔塔尔族人热情好客，对远道而来投宿的客人总是热情款待，并乐于助人。塔塔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、热情奔放的民族，男女老少都十分热爱唱歌跳舞。撒班节又称为立头节，是塔塔尔族特有的传统节日。他们习惯每年在全村所有农户都完成春播后，举行一次集体庆祝活动。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保护项目。撒班节会选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举行，有美食、歌舞、拔河、摔跤、赛马等集体活动。有机会一定要来感受一下这里欢乐的气氛哟。汉武帝居然把16、17岁的公主嫁给了70多岁的乌孙王列焦弥。不光如此，他还要先嫁爷爷，再嫁孙子。她就是大汉和亲公主刘细君。刘细君本是汉武帝的侄孙女，可她父亲刘建谋反，她变成了罪臣之女。后大汉与乌孙联合抗击匈奴，乌孙提出和亲，汉武帝亲命刘细君为公主，远嫁乌孙。可到了乌孙，他才发现这位乌孙王已经70多岁了。在乌孙，他的生活也并不如意。匈奴得知大汉与乌孙和亲，也派了一位公主与乌孙王和亲，成为他的左夫人。
刘惜君面对陌生的环境、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、听不懂的语言以及处处的排挤，自然很难适应，整日郁郁寡欢。不久后，乌孙王列交明年老，欲将刘惜君公主嫁给孙子君须弥。刘惜君难以接受这种违背人伦的事情，可最终还是为了稳固乌孙和大汉的关系，不得不从。她嫁给君须弥，生一女，叫少夫。不久后，刘惜君去世，也才刚刚20几岁。刘惜君在乌孙只待了5年，可这5年又是多么的难熬。可能听听他创作的这首悲愁歌，我们就能知道，想换太平盛世，不仅是有英雄血，还有无数女儿泪。吾家家我兮天一方，愿托一国兮乌孙王。匈奴为师兮战为将，夷柔为师兮劳为将。常思恨吐兮心内伤，愿为黄鹄兮还故乡。吾家家。刀郎老师团队里面有一个关键人物，他非常低调，但是他在安排着刀郎老师大大小小的一切事务。他也是我们新疆人，他就是刀郎老师的经纪人陶渊，被大家称之为陶部长。他毕业于北京大学，是高级演出经纪人。他不光是刀郎老师的经纪人，还是凤凰传奇的经纪人，运营了多场凤凰传奇全国巡演。凤凰传奇的演唱会很多都是在开放的场馆，每场可都是大几万人甚至10万人的规模，这陶部长安排的也是井井有条。他还曾策划过李玟的演唱会、柯受良的演唱会、张学友的演唱会、成龙的演唱会、07年刀郎老师新疆10年环球巡回演唱会等等。没错，他已经跟刀郎老师合作了快20年了。虽然演出舞台上刀郎老师没办法将幕后台前的团队成员都一一介绍，但我们同样要感谢刀郎老师舞台后面这些默默付出的人。